以冲突开始之后，已造成了超过1.62万人的伤亡。即使双方在11月22日签约了临时停火协议，但是边境仍有战火在延续。那么，巴以如今的局面究竟是怎么形成的？这场备受关注的冲突本质又是什么？自哈马斯越过铁丝网袭击以色列开始，加沙地带的百姓伤亡惨重，而以色列为了报复哈马斯而展开的疯狂行为，无疑超出了国际人道主义的红线，遭到了世界人民的谴责。于是，在10月18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上，发起了关于巴以局势的草案投票。可出人意外的是，老美居然一票否决了该提议，并辩称这次决定并未提及以色列的自卫权。此话一出，难免引起国际社会的猜测：难道美国不希望巴以停火吗？要知道，在巴以冲突发生之后，美国可是直接将2个航母开进了地中海进行演习。而以色列虽然领土不大，但却处于中东的核心位置，对掌控中东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。再加上美国多年来向以色列施以援助，并帮助其提升在中东的话语权的行为来看，美国站队以色列似乎并不是那么意外了。可单单只有美国的介入影响，巴以就会这般不死不休吗？其实早在民国期间，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就已道破了巴以冲突的本质。文章中说到，血债要用同物偿还，拖欠的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。这很明显就是目前的巴以关系，双方积怨已久，最终才到今天血债血偿的处境。而所谓的恩怨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公元前13世纪，犹太人在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带建国，不过之后就被罗马帝国取缔，并且遭到了罗马的驱逐，只有阿拉伯人被留下。从此之后，犹太人开始浪迹世界各地。对于其他国家来说，犹太人终归是外国人，所以复国的念头渐渐生长。到了1881年，受历史因素影响，犹太复国主义的那群人依然选择了巴勒斯坦地区，而这样的行为却引起了生活在此许久的阿拉伯人不满。基本上，这就算是近代矛盾的起点了。到了2战时期，犹太人遭到了屠杀，此时的巴勒斯坦也就成了他们心中最后的救命稻草。然而，这对于阿拉伯人来说，犹太人无疑是侵略者，所以双方矛盾全面升级。2战结束后，为解决该问题，联合国将巴勒斯坦一分为2，分别让他们各自互不干扰，各自建国。本来事情到这里该是美好的局面，双方共赢的结局。可为何还会继续起冲突呢？得到联合国的调停后，犹太人建立起了以色列。可阿拉伯人却因为种种原因，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。除此之外，建国后的犹太人似乎不满足这么点土地，在70年里不断侵蚀巴勒斯坦的领土，而双方对于领土的争斗也先后进行了5次中东战争。所以此次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，其实也是双方积怨已久的结果。而除了历史因素的影响，双方宗教信仰的冲突也不能忽视。犹太人的奉行犹太教，他们认为巴勒斯坦这片地区是上帝馈赠的，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信仰伊斯兰教，注重的是自我的修行。双方宗教信仰的不同，也说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例如2017年，以色列对清真寺的限令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。除此之外，以色列今年还驱逐了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。以色列的这些行为无疑让双方的矛盾持续加剧，也激化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情绪。如今的巴以冲突并非一朝一夕就形成的，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因素影响。但即便如此，有一点却是明朗的，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，只能希望这场战争早日平息。